我是天生异运的鹿属，天界太子嫌我妩媚妖娆，迟迟不愿娶我过门。他爱上了气质清冷的庶妹，为了和她苟且，不惜将我扔进魔窟。我被折磨致死，庶妹却取代了我的身份，带着我母尊留下的天灵地宝，如愿做了正妃。他们恩爱缱绻，我尸骨无存。重来一世，我回到了他们给我下药的那一天。这一次，我抱紧了未婚夫那身份尊贵却孤寡万年的二叔，生下了天界真正的继承人。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讨厌，姐姐才是你的未婚妻，怎么不去找姐姐？你姐姐那副妖里妖气的模样，看着就倒胃口，哪像我的小月儿风姿绰约，清冷出尘。这纤纤细腰让本君欲罢不能。看着眼前颠鸢倒风苟合在一起的太子和庶妹，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不远处的帐幔里，我的未婚夫南营一边摸着苏月白花花的大腿，一边说：“他那般妖媚轻浮的长相，风尘浪荡，若不是看在救命之恩和陆蜀全族那些天才地宝的份上，便是连当本君的妾室也不配。”原来这才是他的心里话。我低头看着略显丰腴的身体，不同于天界飘逸纤细清冷绝尘的仙子们，我容貌艳丽，身形旖旎，胸部鼓鼓的，称得上一句波涛汹涌。太子喜欢清冷端庄的仙子，我这种身材容貌只会被骂作妖孽狐媚。可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天地间最后一只鹿属，生来便是多子多福的命格。神仙的法力越高，子嗣就越艰难。可我们不一样，只要一度春风，便可顺利生下孩子。阿娘叮嘱我，不许和任何人说我多子多福的特殊命格，不然等待我的将会是三界大能的抢夺。后来她被父尊的侧妃害死，用了过去的恩情，让我成了南营上神的未婚妻，期望他能庇护我。却不想南营厌恶极了我，一边用着陆蜀一族攒了几万年的天才地宝，一边和庶妹苟且。上一世看到他们苟且的场景之后，我接受不了，冲出去大吵大闹。毕竟我才是他的未婚妻，他答应过阿娘会一心一意待我。可南营却毫不怜惜，一巴掌扇在我脸上。他的目光扫过我曲线毕露的胸部，面露嫌恶：“苏渊，你这样天生淫贱放浪之人，怎么配做我的正妃？我今日便和你明说，我爱的是月儿，你的婚约是你那恶心的娘挟恩图报硬塞给本君的。”我心痛难忍，想要去找天帝做主，却被南营抓了回去。他带着庶妹亲手灌了我一杯酒。苏渊，天帝没有子嗣，我就是他即将选定的嗣子。若是被你告到天帝面前，必定会影响到我的前途。我本想杀了你，但月儿心善，日后你就乖乖做个下贱的继子吧。他居高临下，眼里带着浓浓的施舍。我的嗓子被毒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他丢进魔窟，被人肆意欺辱。那些恶心的手伸向我，残忍地将我蹂躏欺辱。后来我拼了半条命从魔窟爬了出去，听见的却是庶妹用我的身份和他成亲的消息。我千疮百孔，凄惨地死在路边，而庶妹却用我娘留下的天才地宝助南营成为神君，继承了天地之位，成为三界有名的恩爱夫妻。所以这一次我看着他们白花花缠在一起的身体，捂着嘴轻轻地退了出去。回到房间，我把所有的天才地宝、贵重物品都收好。刚收好，侍女就来通报南营过来了。当年阿娘怕她死后我被庶妹和侧妃欺负，
求着南营让我上了九重天，用未婚妻的身份住在他的府上。他穿着一身雪白的茜云纱，皱着眉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身后还跟着娇俏可人的苏月。苏月脸上的潮红都未完全消退，嗲嗲地叫了我一声姐姐。南营将她护在身后，神色冷漠地通知我：苏渊，我想把月儿接过来住，就住你旁边的邀月阁。他沉着脸，似乎只待我一个不同意，便要将我狠狠地训斥。可我只是嫣然一笑，当然可以，这是仙君的府上，仙君想接谁来都可以。我不但同意，我还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们苟且的事，我要他们声名狼藉，人人喊打。苏月脸上闪过一抹失落，南营似乎也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愣了一下。他咳了一声，缓声道：月儿是你妹妹，接她过来也是为了给你作伴，你不要多想。可笑，她明知侧妃是我的杀母仇人，我和她之间哪有什么姐妹情？我忍着恨意，做出一副感动的模样。仙君对渊儿这样好，渊儿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仙君。南营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理所当然地向我讨要。报答就不用了，我记得你手里有一株万年九转子灵芝，刚好可以给月儿养身子。他理所当然的模样让我忍不住一阵恶心。我抿了抿唇角，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上一次仙君突破的时候，管我要破镜丹，那仙草那时候就已经被丹师要走了。南营的脸瞬间落了下来，脸上的怒气和厌恶几乎遮掩不住。蠢货，破镜丹哪里能用得上九转子灵芝那种神药？它分明是骗你的。容貌妖媚，身材浪荡也就算了，脑子还这么蠢。罢了罢了，月儿就交给你照顾了，记得把邀月阁收拾好。他皱着眉转身就走。苏月凑近我，脸上露出一抹嘲讽：苏渊，你是陆蜀族唯一的血脉，又怎么样？还不是注定被我踩在脚下？瞧你这副妖艳的样子，就算真嫁给南营仙君，也得不到宠幸。到时候生下子嗣，成为帝后的人只会是我。我冷笑一声：重活一世，谁还想嫁给南营那个渣子？要嫁我就嫁给这九重天最尊贵之人，将来生了孩子便是天族太子。南营他这辈子再也爬不上天帝之位。我摸着戒指里的九转子灵芝，琢磨怎么才能爬上他那个不近女色的天帝二叔的床。很快我就找到了这个机会。南营3万岁寿辰，整个天界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庆贺，整个天界都知道当今天帝无妻无子，南营灵力高强，是最有可能继承帝位的。讨好他，就是讨好未来天帝。可笑的是，他前世继任天帝之位后，也没有孩子，除了帝后苏月外，纳了妃子无数，求子几万年，最后只能灰溜溜的把帝位传给别人家的后辈。我早就怀疑他是天烟了。至于这一世，天帝的位置他都不想要。南营嫌我丢脸，不允许我出现在人前。我嘴上乖乖听话，实则早就买通丫鬟，将茶水洒在天帝衣服上，我就等在他换衣服的房间里。过了许久，天帝被人带进房间，趁着他脱衣服的时候，我从屏风后面出来，搂住了他净瘦的腰，带着媚药的梨花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我胸前的柔软贴在他的背上，娇柔地唤了声陛下。他被挑动情欲，喘息着一把把我丢在了床上。我的衣服一件件落在地上，红帐翻浪，他伏在我身上横冲直撞，水乳交融间，我从他眼里看见了媚态横生的自己。阵阵喘息间，他的手从我身上划过，我身上天生带着的妩媚勾得他欲罢不能。
事后，他坐起来，目光划过我布满红痕的身体，眼里闪过一丝势在必得。你是哪个洞府的仙子？出现在这儿是故意勾引本君？我披着他的中衣，柔柔一拜。帝君应该听过我的名字，我是苏渊。苏渊，俊逸的男人眉头微皱，眼里闪过震惊。你是南营的未婚妻？是。我微微抬起头，眼眶发红，露出自己最妩媚动人的一面。婚事是母亲生前定下的，可我爱慕帝君，只想嫁给帝君，哪怕是只有露水情缘，阿渊就已经满足了。况且南营仙君心悦我庶妹，他几次羞辱我，小女不想嫁给他。在我心里，只有帝君才是真男人。他脸上闪过一点笑意，却又极快变成一副严肃的样子，眼里却含着一抹温柔。你知不知道之前勾引我的女人都去哪了？我当然知道，可我是陆蜀一族最后的血脉，哪怕勾引失败，他也会看在祖父的面子上饶我一命。我不躲不闪，痴痴地抓住他的衣角，知道，可是小女心悦帝君，能和帝君春风一度，我此生都满足了。之后哪怕是叫我去死，我都心甘情愿。母亲死后，陆蜀一脉只剩下了我，帝君便可怜可怜渊儿。若是能侥幸生下帝君的孩子，传承我族血脉，那我此生便也无憾了。他朗声大笑，一把把我抱到床上，温柔地给青子的腰肢涂药。阿渊，你一片痴心，本君怎能负你？只是天界灵力越高强，便越不容易有子嗣。孩子一世还需天缘，但你放心，哪怕没有孩子，本君也一定会好好待你。他掏出玉佩，放进我的手心，这是信物，你拿好，等一会本君就宣旨，迎娶你做天妃。我整理好自己，走出房间，却听说了一件大事。大庭广众之下，南营仙君竟然抱住身边的女子，当众亲了起来。我去的时候，南营和苏月刚被人用一桶水泼醒，狼狈地躺在众人面前。看着众仙各异的目光，南营最先清醒过来，他把苏月护在怀里，面对众人指责他失德，竟然大言不惭，让苏月冒领了我的身份。这是本君的未婚妻苏渊，本君亲自己的未婚妻有什么错？况且今日本君是中了小人的算计。看着他丑恶的模样，我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是苏渊，那我是谁？南营看见我面上露出一抹恼恨，我不是让待在院子里吗？你出现在这儿做什么？他拽住我的手，在我耳边小声威胁：苏渊，现在月儿需要你的身份，好好配合我，不然将来别想让本君娶你。从前我从未出现在人前，今日来客众多，若是被苏月冒领了身份，往后我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顶着我的身份成为南营的正妃。我冷笑一声：那我呢？你把我放在何地？他愣了一下，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脸上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放心，哪怕月儿到时候领了你的身份，我也愿意纳你做妾妃。月儿本就比你好100倍1000倍，她怎么能做小？如今刚好她为正妃，你为妾妃，到时你把你娘留下来的那些东西交给月儿，我和月儿定会善待你。我简直被他的无耻气笑了，冷冷地看向他。若是我不愿呢？我才是苏渊。宾客们皱着眉看看我，又看看苏月，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苏月，一时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南营的未婚妻。众人议论纷纷，苏月先发制人，哭哭啼啼地指着我：妹妹，我知道你羡慕我即将嫁给南营仙君做正妃，那你也不能因为嫉妒就要顶了我的身份啊！父尊，您快把妹妹带回去吧。他话音一落，
我那渣爹便走了过来，他强硬地拽住我往外拖。苏月，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竟然想要抢占陆蜀一族神女的身份，还不快跟我回去！父尊的话把我定在了庶女的位置上，这下所有人都认为苏月才是尊贵的神女。我不肯走，使劲挣扎，我才是苏渊。你们这对贱人，没有人信我的话。南营高傲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一抹厌恶，不知好歹。你这副妖媚浪荡的模样，也就本君愿意看在渊儿的份上纳你做妾妃，不然整个天界还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你？苏月得了便宜还卖乖，躲在南营怀里哭诉。妹妹平时便不敬我，如今更是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我今后可怎么活呀？南营甩袖大怒，跪下道歉。我挺直了脊背，毫不畏惧。我什么都没做错，凭什么要道歉？南营看着我不服的样子，勃然大怒，招来几个侍卫，吩咐道：剥了他的外衣，压着他跪在地上道歉。几个天兵听令，将我团团围住，伸手就来拽我身上的衣服。我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敌不过几个天兵。薄薄的织锦发出刺啦的碎裂声，我姣好的身姿在众人面前几乎一览无余，周围人都看直了眼。就在这时，一件玄黑色外袍罩在我身上，遮住了周围人的视线。帝君带着薄怒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你想让本君的妃子跪谁？天帝一身黑衣，衣角被风微微吹起，身上带着凛冽的杀气和君临天下的威严。他轻柔地扶起我，冷冷看向南营等人：本君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陆蜀族的神女苏渊变成你身后那个不知来历的女子了？南营在帝君的威压下几乎直不起腰，他浑身打颤，目光却落在帝君扶着我的腰的手上。二叔，您和他怎么？你有意见？南营急忙摇头，声音急促：不是，苏渊她容貌妖媚，没有月儿一般的清冷端庄之感，她怎么能做天妃呢？在她心里，苏月是天上的月亮，而我就是被人不齿的妖女。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她只觉得不可置信。父尊也说：帝君，您可别被苏渊迷惑了呀。苏渊她从小就不是个好的，我们苏月才适合那个身份尊贵的位置。我抬起头，满脸委屈地看向天帝。我本就生的妩媚，如今一脸破碎的模样，让他眼里不由得闪过几分心疼。天帝握紧我的手，带着冷漠看向南营等人：这么说，你们承认我身边的人才是苏渊了？南营无奈点头，看向我的目光里满是不耻。苏月也不甘地绞着手指，今日他在众人面前和南营苟合，名声尽毁，之后背着这个污点，恐怕他此生都无法成为南营的正妃了。可面对天帝的维护，他们毫无办法。天帝把我护在怀里，威严的声音传到殿里每一个神仙的耳朵里：当初苏渊的母亲和祖父曾对我们有恩，苏渊作为他们的后代，本就该得到善待。可你竟如此欺辱于他，本君若是不来，他今日便只能生生忍下这巨大冤屈。你既然看不上他，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其他女子行苟且之事，那苏渊便由本君来娶。你配不上他这么好的女子。南营脸色灰白，苏月更是几乎站不住。父尊张开嘴想要说什么，看见天帝黑沉的脸色，又赶忙闭上。我伸出手，偷偷地勾了勾帝君的手指，委屈可怜地抬起眸子望向他：帝君，我娘曾给我准备了许多天材地宝，当作嫁妆。南营仙君曾经用未婚夫的名义拿走了妾身不少宝贝，如今他不是妾身的未婚夫了，妾身能要回来吗？
帝君好似被烫到了，咳了一声。当然，南营，限你3日之内把从阿渊这里拿走的东西全都还回来，不然就拿你宫里的东西来抵。南营灰溜溜地应了声是，可他仍不甘心，本该被他握在手心里的我成了天地的妃子，不甘地说：“二叔，苏渊他斤斤计较，灵力又低微，配不上天妃之位，您不要被他迷惑了呀。”帝君冷哼一声，大手紧紧地箍住我的腰。苏渊怎么样，本君自有决断。倒是你瞎了眼，错把榆木当成珍珠。至于你怀里那个女子，试图偷窃阿渊的身份，你和他各去天刑台领天鞭30下。说完，帝君揽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帝君安排我住在了整个天宫最好的瑶华宫，漂亮的琉璃瓦在云海下晶莹剔透，此地灵气充沛，一开门便能将九重天所有美景尽收眼底。从摆件到一桌一柜，无不是帝君亲自挑选，一花一草都彰显了10乘10的宠爱，比南营那个破仙殿好10倍。我很满意，钻进帝君怀里，同他撒娇，勾着他的腰，和他一起倒在云海里。星子在天空中翻滚，情浓之时，帝君扣住我的腰肢。我名唤南景胜，你可以唤我阿胜。我媚眼如丝，伸手勾住他的脖子。阿胜。2个月后，南景胜准备好了我的封妃大典，整个天界的人全部受邀出席，南营和我父尊也在其中。换衣服的时候，我却突然被人从身后打晕。再醒来时，我躺在一个破败的宫殿里，浑身发软，似乎是中了媚药。苏月出现在我面前，一张脸因为怨恨扭曲无比。苏渊，你这个贱人，都是你害得南营哥哥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你挡了我的路，害得南营哥哥不敢娶我，还想做高高在上的天妃，简直做梦。他拍了拍手，2个嘴歪眼斜的男人走了进来。苏月脸上都是恶意即将得逞的兴奋。苏渊，好好享受吧，这是我和南营哥哥送你的大礼。我躺在床上，努力地攥紧手指，保持清明。苏月，你不怕帝君查到治你和南营的罪吗？他大笑一声，尖锐的指甲划过我的脸。等到帝君看见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丑态，定会厌弃你，将你当场赐死。到时候谁还会来追究我们的责任呢？他得意地笑了几声，似乎看到我被男人侮辱过后被帝君抛弃的丑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只剩下那2个男人一边解腰带，一边怪笑着朝我走来。我害怕地紧绷着身体，泪水一滴一滴地滚落下来。难道今天真的要……就在他们的手即将碰到我的时候，一股灵力凝成的刀刃狠狠地划过他们的手腕，鲜血四溅。南景胜及时赶到，我落在他充满龙涎香气的怀抱里，松了口气。我早就找了2个小宫女过去报信，若是他不来，我身上也有他给的保护我的法器。但他看见了我被欺负的模样，才会更狠狠惩罚南营和苏月等人。我勾着他的衣角，呜呜咽咽的哽咽，眼泪一滴一滴晕湿了他胸前的衣裳。帝君，你要为妾身做主啊！南景胜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脸，满脸杀气地看向被压跪在地上的南营和苏月。陷害本君的妃子，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南营和苏月没想到我们按照他们的猜想失身，被帝君厌弃，还被帝君救了，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怨恨。二叔，不是我们陷害，而是苏渊此女本就不安于世，我们只是想让你看到她的真面目，您不要被她骗了呀！苏月哭哭啼啼地指着我，是姐姐说帝君满足不了她，
让我偷偷给他送了男人过来，我才……闻言，我拽了拽南景胜的衣角，楚楚可怜。帝君，妾身一心仰慕帝君，万万不会做这种事。况且他们想害妾身也就算了，妾身肚子里的孩子何其无辜！呜呜，帝君您看在孩子的份上，也要重重惩罚他们呢。所有人都愣在原地。南景胜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你说什么？渊儿，你是说你有孕了？你有了本君的孩子了？”我低下头，眼圈发红，带着几分哽咽和后怕。前几日仙医诊脉的时候，便诊出来了，妾身还想给帝君一个惊喜呢，却不想竟然遭遇了这种事，差一点，差一点！呜！南景胜勃然大怒，一脚狠狠地踹在南营身上。南营仙君谋害天妃，拉下去，天鞭500，废其仙君之位。从前南营是所有后辈里灵力最高的那一个，是南景胜主义的继承人。可如今南景胜有了自己的孩子，南营这个预备继承人自然也就没了用处。南营瘫在地上，浑身发抖，面色惨白。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今天的行为给他带来了什么不可承受的后果。南景胜的目光又转向早已吓傻的苏月，他思考片刻，让人把我父尊带了过来。苏城上仙教女无方几次纵容女儿虐待欺辱本君的天妃，即刻起废其上仙之位，流放东荒。父尊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脸色变得煞白。东荒异兽丛生，生活在内的全都是穷凶极恶之辈，以他的灵力，想要在那儿活下去，难如登天。但他也只能老老实实的领旨谢恩。而我风风光光地换上礼服，在天界众仙的祝福下，成了尊贵的天妃。他当众宣布了我有孕的消息。众人都惊呆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就有孕了。南景胜把我搂在怀里，面上带着春风般和煦的笑意。阿渊当真是本君的福星，本君还以为这一生都不会有子嗣了，却不想你竟然给我这样大的一个惊喜。从今天起，阿渊就是天界最尊贵之人，和本君享有同等地位。台下众仙恭恭敬敬地向我行礼祝贺，再也没有人敢羞辱我狐媚惑主。知道我有孕之后，南景胜对我更加好了。万年的韩玉髓，东海龙王进献的夜明珠，万年才开一次的九宝灵花流水般送进了我的寝殿。过了几个月，我的肚子慢慢鼓起。南景胜很是紧张，恨不得时时刻刻都陪在我的身边。他的手指轻轻擦过我的眼尾，脸上带着柔和的笑意。阿渊，本君怎么感觉你有孕之后容色更盛了，美的本君都挪不开眼。我笑了笑，这就是我们陆蜀一族的好处。怀孕之后不但不会影响容貌，还会获得胎儿反哺。晌午过后，我在10几个仙婢的簇拥下去天宫的灵池里面泡温泉。没想到在半路遇见了南营，他挡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含情脉脉地唤了句：“阿渊，上次被罚了天鞭之后，听说他伤了根骨。之前他为了还之前用了我的那些天材地宝，几乎搬空了手里的灵界。手里竟然连一点治伤的药草都没有。他试图向平时讨好自己的那些神仙讨要药草，可大家都知道我肚子里怀了天帝的孩子，南营继位再无可能，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搭理他。如今他退了几个境界，脸色苍白，我几个侍女齐齐挡在我面前，大胆，竟敢冒犯天妃娘娘。南营一脸伤心，好似被我辜负了他一样。阿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难道这么快，你忘了我们的感情了吗？
他的话让我忍不住作呕。我们之间的情谊，是他羞辱我的情谊，是他和苏月苟合密谋害我的情谊，还是他们想要污我名节的情谊？侄儿这话，本宫可担不起，莫要乱了辈分，不然下次就不是500鞭了。他脸色难看。阿渊，没想到你竟然这样狠心，一点旧情都不念。我摆了摆手，与你有情是我那被流放东荒的妹妹。听说她前些日子刚被黑风寨的大王掳走做妾，论狠心，谁比得上侄儿你啊？他咬牙切齿，我是被他诱惑了，都是他在我面前说你坏话勾引我，我才会伤害你。有什么事快说吧。我自从上次受了伤，修为受损，药师说若是有9转灵丹可以治愈我。你记得阿渊你手里就有1颗，我知道你还对我有情，待我恢复灵力，一定不会负你，到时候我就带你远走高飞。我嗤笑一声，转身扑进被我匆匆叫来的南景胜怀里，哭哭啼啼的红了眼眶。阿胜，侄儿他竟然对我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知道的，臣妾一心爱慕您。呜呜，他上次差人污蔑臣妾不成，这次竟然亲自，这要是传出来，臣妾的脸都丢光了，臣妾不活了。呜呜，南景胜的脸沉了下去，小心的给我擦了擦眼泪，强悍的威压的让南营扑通跪倒在地上。南营，你屡次残害本君的天妃，这天宫怕是容不下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滚去南天门看门去吧。南营瘫倒在地上，连求饶都做不到，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拖走了。神仙怀孕的时间比较长，孩子的天分越好，需要孕育的时间就越长。我足足100年才等到肚子里的孩子发动。南景胜请来了仙界最有经验的上元医仙。我生产当天，彩霞漫天，凤凰青鸾等神兽从4面8方聚拢而来，盘旋飞舞。随着一声啼哭，天宫几万年来第1个新生儿降生了。南景胜抱着儿子，顾不上接生仙人的阻拦，跑进产房，抓住我的手，满脸心疼。阿渊，你辛苦了。我却感觉肚子再次收紧。上元医仙惊讶大叫：不好，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又过了半个时辰，我成功的生下了一个女儿。南景胜抱了抱儿子，又抱了抱女儿，满脸喜色，当场宣旨要将我封为天后，还为我们陆蜀族在天界立了碑作为纪念。一时间万族朝贺，风光无限。儿子和女儿100岁那天，南景胜更是在天界举办了盛大的宴席。可就在宴席当天，南营心里不甘，竟然和苏月还有我父尊合谋勾来了魔族。南营偷偷打开南天门，那些魔族犹如进入无人之境，很快闯进了大殿。苏月走进殿之后，仇恨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他竟然觉得他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他满脸愤恨，姐姐过得可真好，不过现在姐姐的好日子到头了，到时候我便将姐姐送入魔窟，你也该尝尝万人枕千人骑的滋味。100年未见，他原本俏丽的脸蛋上落满了刀疤，在阳光下像是一条条涌动的蜈蚣。父尊也护在他身前。苏渊，你残害手足，诬陷亲生父亲，勾引未婚夫的长辈，你这种人成为天界的天后，简直是天道不公。今日我便要替你死去的娘教训你。我抱紧怀里的孩子，你想怎么教训我？听说苏月的娘，那个害死我母妃的女人，在去到东荒的第3个月就死了，死的时候身上爬满了虫蚁，所以她才会这样恨我。南景胜挡在我面前，放肆！二叔，你败了。南营走到殿中央，
用那种深情又哀伤的眼神看向我。阿渊，过来，丢了那2个孽种，我就愿意饶你一条性命，你还能陪在我身边，到时候你再为我生几个孩子。苏月妒恨地抓住南营的衣袖，使劲摇晃。南营，你说过会一辈子喜欢我的，你怎么能饶了他呢？我们说好了。我摆了摆手，我没有捡垃圾的爱好，你们配一对就好，别带上我，我嫌恶心。南营皱着眉，似乎觉得我不懂事，叫了一声阿渊。我勾了勾南景胜的袖子，回头冲他眨了眨眼。陛下，可以了吧？这场戏臣妾可不想再演下去了。南景胜点头，拍了拍手，无数天兵天将窜出，将他们团团围住。南景胜在我的要求下，一直找人监视南营等人。他们联系魔族的第一天，我们就得到了消息。他们以为天衣无缝，实际上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南景胜声音威严：魔族好杀戮，几次3番侵犯天界，魔窟更是残害了无数女子，这些地方本就不该存在。今日本军不但要将这些魔族就地正法，还要将魔族全部封印，让他们再也不能出来。南景胜一声令下，仙兵仙将在他的吩咐下，将来进攻仙界的魔族都斩杀在眼前。南营转身就想跑，却被南景胜一招定在地上。他以为南景胜会打他，会再次罚他，可是南景胜只是失望地摇了摇头。南营，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曾经想认你做嗣子，是本君最后悔的事。你不配做一个神仙，剥去仙骨，打入凡间吧。南营跪在地上拼命磕头。二叔，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错了。阿渊，你给我求情，你帮我求求二叔，我看他的笑话还来不及，怎么可能给他求情？苏月看到大势已去，癫狂的大笑。苏渊，苏渊，你这个贱人，天后是我的，原本我才该是天后，都怪你，都怪你抢了我的位置。说着，他拿着手里的刀子，癫狂地朝着我冲了过来。去死吧！但他还未接近我的衣角，就被南景胜狠狠踢开，他跌倒在地上，当场断了肋骨。南营捂着头大叫：不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说着，他发狠一把拽住了苏月的衣领。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勾引我，我才会背叛阿渊。本来阿渊该是我的天后，都是你，是你害了我。苏月本就有伤在身，被他这么一晃，狠狠地吐出一口血。但比身体上更痛的是心里的痛。苏月不敢信，对自己海誓山盟的南营，竟然在心里恨起了自己。一时间伤心的又吐了2口血。南景胜看见他们就烦，让人把他们拖下去关在一个牢里。至于我爹，在我请求下灰飞烟灭了。这场闹剧落下帷幕之后，南景胜把我们的儿子封为太子，女儿封为瑶光公主。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将我抱在怀里，轻声叹息：今天的事吓到了吧？哎，多亏你生下了太子，地位差点就被本君传给南营那个不仁不义之人。我靠在他的怀里，勾了勾他的衣带。幸好妾身仰慕的人是帝君，看来妾身和帝君才是命定之人。南景胜的眸光落在我身上，愈发温柔。行刑当天，我去看了南营，他的琵琶骨被2条铁链穿过，挂在空中不停地哀嚎。随着仙骨被剥去，他犹如人间的老朽一般，变成苍老的模样。苏月比他更加凄惨，不仅被剥去了仙骨，还在牢里的时候被南营打断了腿，之后投胎也只能是个瘸子了。南营看见我过来，艰难地抬起头。阿渊，我走过去拽了拽他身上的铁链，疼得他狠狠地抽搐一下。别这么叫我，
怪恶心的。苏月隔着栏杆狠狠扑了过来，癫狂地骂道：“苏渊，你这个贱人！如果不是你，我和南营哥哥怎会落得如此境地？我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还这么执迷不悟。苏月，即便我什么不做，你们俩也不会有好结局的。南营这辈子都没法让你有孕，这件事你还没告诉他吧？”南营立刻看向了苏月，苏月有些心虚的往后退了退。你胡说什么？此时我终于笑出了声。南营，你知道母尊为何要把我嫁给你吗？那是因为你生来精元受损，比寻常神仙更难诞育子嗣，而我是这9天10地唯一能同你生儿育女的人。我特意问过给你看伤的医师了，他说以后你到了人间那处也好不了，这一世下一世，永生永世，你都做不成男人，永远你都不会有自己的子嗣。他疯狂挣动着锁链，血水和着泪水一起哭得狼狈不堪。阿渊，是我错了，都是那个贱人勾引，如果不是他，我们早就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还是未来的天帝，你才是我命中的天妃啊！苏月尖叫着咒骂我，恨我在他们被打入凡尘前还要来捅这一刀。我带着快意走了出去，在他们去投胎之前，我还特意找到掌管投胎的司命仙君，送了一件难得的神器给他。他向我保证，南营和苏月将万事都逃不脱乞丐的命格，哪怕在凡间，他们也只能做那最卑贱之人。结果发现，第一是他们投生成了乡下人家里的驴，吃不饱还要不停地拉磨运货，最后被活活累死了。第二是他们变成了牛棚里的牛，等他们从畜生投胎成乞丐，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年。我放心了，回到天宫，抱着2个孩子狂亲，2个孩子像是来报恩的，乖乖的。南景盛从身后抱住我，轻声唤我：“阿渊。”月色正好，我却突然干呕了2声。南景盛愣住了：“阿渊，你不会是又有喜了吧？”我点了点头。南景盛似乎被惊喜砸晕了，他一把将我抱起来：“阿渊，你可真是本君的福星啊！外面云海翻滚，星河荡漾，我知道这几个孩子将会保我此生无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